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它其实是又老又小，没有人想做，是一个这样的行业。你为什么进来？因为我上辈子做坏事，这辈子才做物流。物流有这么卑微吗？它是一个 necessary evil。制造商做商品，通路商就是卖给客户。过程中的物流呢，它没有创造价值哦。所以其实，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只要牺牲的时候，第一个要牺牲它。对，可是有必要。那你干嘛进来做？没有人想做它，可是又必要它，那干脆一家来做给大家用算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吗？你到底已经投资多少钱？我们现在已经投了将近400亿。当时你是跟国泰小王子蔡宗翰一起合作，你是怎么打动他？你原来认识蔡宗翰吗？不认识。你是跟他聊了几次，他同意投资？一次多久的时间？就一个晚餐。有 BP 吗？没有，就是个 idea。一个 idea， 没有写事业计划书。我们怎么去让客户简单、聪明、有趣？我们很多客户知道我们对事情的坚持。后来很多的亚太区的执行长说，你就交给 Charlie 吧，他比我更龟毛。用自己的复杂变成客户的简单。一部分想要改变产业，我要让他知道说，我们就是不一样。物流，一个被认为是铁皮屋、没人想做的低端产业，但他们砸下近1000亿，陆续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盖出全亚洲最大的智慧仓储。在台湾，他们不但吸引了全家、全联、酷鹏、雅诗兰黛、迪卡侬等公司进驻，甚至能吸引互为竞争对手的客户共仓。这一集的商周 Mega Talk， 我要带你看见物流界台积电如何翻转夕阳产业，变身智慧平台。永联物流开发执行长张建泰将告诉你：一、如何在旧市场找到新机会；二、如何吸引数百亿投资；三、如何让效率翻倍，劲敌变邻居。CEO 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一个赌注，让我们一起看张建泰如何用创新模式翻转物流的未来。大家好，我是商周执行长郭奕伶。今天商周 Mega Talk， 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商业模式哦。他把一个原来低端的市场用高端的方式在做。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商业模式啊？有3个关键字：仓储、物流、地产开发。这3个组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商业模式吸引了国寿集团，还有这个联华实业、pension fund，还有包括新加坡的最大地产商都非常有兴趣入股成为他的股东。而且这个商业模式在这10年发展，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独角兽，跟过去的物流仓储完全不一样。它把一个又小又老，然后又没有人想做的，变成一个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商业模式最新的一个根据地哦。那这个是永联物流开发的新的一个仓储，其实有非常多你平常生活的产品，其实都在这个仓储里面被运作。通路业的统一、全联、PC Home， 或者是很多品牌像雅诗兰黛啊、H&M 或者迪卡侬，超过500亿市值的货物都在这些仓库里面。那我们今天来访问永联物流开发的执行长张建泰。大家好，我是永联物流开发的张建泰。Charlie， 我今天想要跟你聊一下哈，因为你这个商业模式啊，其实有点复杂，所以我想让我们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搞懂到底你在做什么。是啊，那先讲说仓储物流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它过去是怎么样？为什么你要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个仓储物流？仓储物流这一块，这不是这10几20年来的演变的事情，而是几千年前就有物流的形式。之前谁在做这一块？是镖局。镖局在做什么？运送货品，运送有价值的货品。技术跟科技的演变，变成不是镖局，而是货车还是仓库啊？大家怎么去理货，变成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是从一开始最早的商业模式，以物换物过程中的物流，这就是 logistics。所以有人类有物品要交易，其实就有这个产业存在了。那刚好这个事情是在10几年前，有个跨国的外商公司，他们就说，台湾是个科技岛，对不对？你有台积电，你有
科学园区，你有很多的，应该很先进。为什么10几年前的台湾，你的仓库行为比泰国还落后？这40-50年来，台湾最强的是什么？制造，Made in Taiwan。对，所以工业用地大家会拿去做工厂。可是工业用地另外一个用途是仓库，可是工厂就不够用了，你怎么会拿去用仓库？所以长久以来，以台湾的角度，物流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台湾从北到南最多也是4-5个小时而已，所以 logistic 在台湾不够成熟，不需要那么成熟。可是，在海外，本来像美国的这种大洲、大国家或是大陆 ，logistic 是很专业的、很完整的。那我不懂的哈，就是说，那原来大家是工厂旁边搭个违建，就将就一下，反正它是可以用就好了。为什么要把它规模化或者系统化，或者是甚至像你这样子要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仓储的现代化？因为它相对的不合法、不合规，它也不敢再投自动化下去，因为这随时可以被取缔。所以你要想说，改天就要变成要自动化、智能化。你一定要坐在合法的土地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块台湾迟早会成熟到需要更合规合法的仓库，所以12年前我们一开始启动就是把这些东西先把它做得对。也就是说原来大家将就着用，所以很多不合法不合规的现况，让经营这个仓储物流的人因为他随时会被取缔，所以他根本不想进一步的投资。所以它会跟不上，譬如说自动化的时代，或者智慧化的时代，甚至现在还有 AI 的时代。甚至于用人，因为人是最灵活的机制，所以都是用人来解决问题。可是现在又面到10年后，现在人开始很难找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在想现在自动化、智能化？因为你要取代人，可机器设备一定要放在合法的建筑物里面。相对来讲，我合法化整个基础的设施。再可以长东西在上面，所以要形容一下原来的这个仓储物流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它其实是又老又小，然后又没有人想做，或者是第2代没有人想继承，是一个这样的行业的状态。很多业界的前辈有时候说，把它比喻成我这个辈子你为什么进来？因为我是上辈子做坏事，这辈子才做物流。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比喻说，这个产业相对是比较被压榨的，缺乏对的资源，缺乏对的人力，缺乏对的机制，所以怎么去把它合理化，让物流是一个可以让你骄傲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大家不想做才轮到你做的事情。上辈子做坏事才来做物流，物流这么卑微吗？某种程度，它是一个我觉得对整个事情来讲，它是一个 necessary evil， 它是大家不想要的东西，可是需要。就想象的一台电视进去一个仓库，到另外仓库，到第3个仓库，再到你家，这些动作会增加成本跟风险，可是不会让这个电视更好看。对，所以它刚好是必要的过程，可是大家不希望它存在。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商业模式没有人想做它，可是又必要它，那干脆一家来做，尽量做给大家用算了。复杂跟不好做的东西，用一家来帮你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吗？这个是你当时瑞芳的，其实是你这整个 business 的起点。当时你是打算怎么处理它，又是后来怎么演变的？我爸30几年前整合的一块地，之前做货柜集散场，主要是那时候基隆港是大港，世界的大港。基隆港已经没落了，是变成这个机制要做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不适合做住宅的，所以那时候有个想法是说，这块地好处是因为它够大，那当然切小块的比较有机会买卖。可是问题是这个它的最大优势它因为就是它大，15万坪，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人怎么用不动产，所以从那时候才理解说 ，OK 怎么去启动寿险资金还是主权基金来执行这样的不动产，它的可行性是什么，可塑性是什么，最后最直接的会是物流园区。原来其实这个物流它是有多少节点？你的商业模式到底可以让这个中间的关卡可以缩短成什么样子？是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刚才也叙述到这个产业有品牌商的仓库，他要去 retail 的仓库，所以这就是供应链。那我们的想法是，假如这个距离有没有办法缩短？意思就是说，两个可不可以在同一个仓库共存，就有机会把这个距离缩到成这样子。可是你要两个在一起，你的房子就要大啦。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独立第三方 provide 这样的机会，让大家来这边一起运作它的物流。
这会是最简单最有效率的。就是这边有 7-Eleven， 对不对？我之前讲 7-Eleven， 他每天什么东西要送给他？可乐，对不对？7-Eleven 卖可乐嘛，所以只要可乐仓库在这边，7-Eleven这边，他每天转账给他就好了。是他就不用拿出来放在车上再运给他。对，所以就是大家都不想做的 dirty work， 但是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些 dirty work 的时候，把它整合起来，你觉得它里面是有规模经济跟效率化的空间？是。你第一步做的就是把仓储把它现代化跟智慧化，你可不可以提一下你现在的智慧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一开始从基础设施把它架构的对的建筑物行为，对不对？那从这边我开始研究是什么样的建筑物可以更有效率来服务物流，因为业界那时候在谈的是工业 4.0、物流 4.0， 对不对？开始自动化、资讯化了。我们那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的仓库10米高，这是什么角度？为什么盖10米高？有机会以后自动化可以更高吗？假如自动化需要更高，我们是否要盖更高？那下一个阶段就是怎么自动化来取代一些人不想做的事情，还是人不需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也大家业界没有人知道说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在2017年，我们成立了2014年，3年后就开始探讨自动化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怕的是我们自己的规格越盖越多，仓库都10米高的话，那以后只要大家需求是20米高的仓库，那我们仓库就有可能落后。所以我们是想要把大家想要的东西想在前面。所以那时候就从8年前就开始在想这个议题，所以我们派一组人去日本、去大陆、去德国去了解自动化什么东西是可以放进来，什么时候是以后再放没关系的。所以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盖下一代的仓库。可这个想法也研发了2-3年后，到去年看到这一座盖起来是衍生了8年后的成果。可你有自动化或后续会衍生到什么？你会开始用 IT 系统化或者资讯化。所以现在讲的最新一代的是 AI， 怎么去帮你 predict 这些流程，怎么优化这些流程了。你现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具体 OK 让大家知道说你现在做跟原来传统的到底它的差距会有多大？我们现在仓库叫做 Smart Warehousing， 可以做到什么？因为东西已经开始自动化了，所以它可以开始设它的参数，设它的效率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说，今天的货量进去这个仓库，你什么时候应该做好它？什么时候会做完？是下午2点还是下午3点？那我想问哈，因为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 Amazon 它的仓库嘛，那你现在的仓库跟 Amazon 比起来到底怎么样？Amazon 是可以更大规模在看到它那个仓库的拣货，对不对？甚至他买飞机来运送货品，对，他有货车，有这些事情。可是说，不是每家公司有资源像 Amazon 可以做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 model 是永联 model 是，我们帮大家做 Amazon 等级的仓库行为，设立给你用，因为不是每家都是 Amazon。所以我们把这个机制跟 Amazon 机制做的跟 Amazon 一样，让你来用就好了。那甚至于我们的一些企业品牌，怎么去让客户简单、聪明、永续 ，simple, smart and sustainable， 让客户简单，意思自己要很复杂，让客户知道说你现在在买什么东西，买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已经尝试过的、实验过的东西，让你很简单，让我很复杂。用自己的复杂变成客户的简单，这句话很有意思。就卖这个简单给客户。对，因为复杂的 dirty work 都你做了嘛。对。所以客户就是很简单的就可以上手了。我们几年前就发现，一个人去捡仓库的货，平均这样之前要走11公里一天。所以你看，在这个很难请到人的阶段，谁要去帮你走11个公里去捡货？那我们现在自动化完后，那个人站在一个位置，是机器人把货搬到你面前，你只需要去捡它而已。所以我想问你哈，你要做到这个程度，就是要把仓储自动化到这个程度，投钱就可以了吗？不是，我觉得自动化一定要有规模化所以很多人想自己投，他规模又不够，事实上是不应该投的。他想享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角度是我们规模化整个产业的机制，投下去给大家用，是2家公司、5家公司可以一起用这个机制。所以这是一个规模战争，绝对是。所以物流有2大的原理：经济规模效益，另外是 network effect， 就是它的网络效应。所以这2个物流就在做这个所以你有办法集更多的东西在一起，它的规模就更好做。
仓库是一个规模集中的角度，可是网络效益是要分散的角度。因为台湾人就是55%在北部嘛，20%在台中，20%在高雄，所以你的网络系统也在北中南都要设。自己一家公司的话，他要做北中南的仓库，相对也很麻烦了。所以我说，我们帮你设北中南的机制，我们帮你设这些功能，我们帮你投资自动化，帮你投资系统化，让你可以享受这样子的运作。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在讲平台经济一样，供跟需的人越多，点越多，其实它可以 match 的那个可能性就越高，那这样就会整个降低它的成本。那你觉得到底要多大的规模才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的竞争力啊？至少要1-2万坪的基地才有办法。1-2万坪。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 Omega 2的规模4万多坪，等于是原来的产业的可能是8座或是10座的规模，在一个地方。这个案子就投了90几亿。这几年我们才听到说，统一啊、全家、全联，然后某某开始大家都在买地盖仓库，这里光听起来就是最近可能就有上千亿。如果我是统一，好，我是全联，或者是我是富邦某某好了，因为我自己的产业很大，那我也有零售，我也有产品，我自己有品牌，我自己有通路，我就自己做就好了。那我为什么要来用你的服务呢？他们是零售通路业者，对，所以他们的本业是零售通路。我们在讲的是不动产。他有没有要投他的几百亿、几十亿在不动产上？他只要愿意的话，他绝对可以做。可是他有可能想要把他的资金跟资源放在他原来零售通路上面的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帮他做这一块，他只要需要，可是他也可以自己投，没有错。可是这是一个不动产行为，这不是一个公司营运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地跟建筑物跟自动化设备合在一起，转租给客户来使用。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把仓储物流做到非常专业，然后其实不管是品牌或者是通路，他就交给你做就好了，他去忙他自己更核心的事情。是这个让我想到我们的护国神山啊，他做晶圆代工，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些 IC 设计公司自己做自己的产品，可是他呢，他不用自己去制造他的晶片，他只要专心设计，然后理解客户。那晶片的制程，那个就让台积电伤脑筋，而且台积电它可以越练功，把它的良率提高，效率更提升。那你这个等于是仓储物流界的台积电的模式哦。就像台积电啊，它从几奈米到2奈米，你可不可以举说那10年前你是什么程度，现在是什么程度？ 10年前之前可能是5层楼、4层楼的站板而已，10米高，可现在拉到我可以放19层到20层，那用自动化来萃取。所以这个东西的效率就增加了好多倍了，4倍了嘛。这个土地的坪效整个就拉升4倍。是。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那你之前是一个人走11个小时，那是我现在可以做机器人把货搬到你面前来直接捡。所以这个东西又帮忙整个产业简化了。那甚至于从系统的角度，之前用人的管理机制，那个仓经理很多的流程跟事情是在他脑海里面，他只要退休。那个仓库就突然间没有个机制。那假如说我们系统化整个事情的话，我们把这个 know how 这个机制放在系统里面了，所以这些人已经照这个逻辑在运作，所以不管谁要不要走开离开，这个机制就已经被你定下来，所以也是替业主、货主去保证这个 operation 可以稳定的，因为现在人越来越不稳定了。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像人其实这个产业谁会想进来啊？就是年轻人谁会想要进物流业？但是听说你公司的平均年龄好像才30岁，是为什么年轻人要进来？刚刚讲投资金额变大了，就好几百亿起跳，所以这样的公司或是这样的产业是有愿景的。那我们开始抓其他业界的人才进来这个产业，来帮我们开始研发下一代产品是什么。所以一个是有钱人才开始进来，你就可以开始组出不一样的产品出来。那所以你雇进来的人主要要做什么？设计这个机制所以不是在做理货的人，我们有 data scientist， 我们有 IT 的人，我们有系统的人，我们有设备的人，我们有建筑师，怎么大家把这个整合这些各个领域的人才去研究物流怎么做出下一代的产品。所以我们公司在做这个事情。那很难是原来的产业零售商或者品牌商自己再去投入这样子的机制，
去找这样的 solution， 因为它的 solution 是应该是它在它的产品制造或是它的卖零售通路上，而不是在物流上。应该是在通路的经营、品牌的行销跟产品的开发上。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哈。所以你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是不断的在迭代中。原来只是合规，后来因为工业4.0的时候，所以它又迭代一次。然后你讲的，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讲一个商业模式的模仿障碍啊，就是模仿障碍它是一个数学题，你有1层模仿障碍，其实别人还很容易 copy， 但是你如果2层、3层、4层，它是用乘的概念，不是用加的概念，所以你有资金上的优势，然后呢，你有自动化的优势，然后你又加上你有人才的优势。我听说在你这个全亚洲最大的智慧仓储这个园区统一、酷鹏、家乐福都在这里共仓，可是他们是 head to head 的竞争者，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在这里共仓啊？刚好几个礼拜前我也去日本去跟那个便利店协会这边来分享，大家到底你担心不想共仓的原因是什么？怕机密泄露我的资讯情报啊，然后我现在货出入的怎么样啊？是，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块绝对帮你保密，那你就没有理由不想共仓。所以我们的设计让你的独立性、自由性绝对有，可是让保密性也绝对有。所以你的共仓是用空间，我们共享的范围是永联控制的，像保险柜一样，不会有其他人，客户不会应该看到他。不会不小心看到吗？不会。你是怎么说服这些大集团可以相信你，然后愿意在这里共仓？你毕竟是一个新公司啊。我们是独立第三方，所以大家也试过，所以这个系统、这个机制，我觉得是让他们验证过，说就是跟自己做的没有两样。所以反而我们在做的规模化，让本来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看他只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会要去处理土地、处理营建、处理自动化、处理系统。那我们现在来这边就是 plug and play， 你跟系统串接就好了。你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帮你包着，所以就相对简单。那他现在要进来就3个月，3个月就可以了。我们也发现，原来的产业，不管是零售或是品牌的制造商，它最难的是 predict 它3年后的量到底需要多大，有可能马上盖完马上就满了，爆仓了，还是？盖完后跟你预期的不一样，我们的规模大一点，可以吸收波动的机会更多，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好有趣哦，客户的弹性。就像最近的 Tariff War 到很多的 political issue 都会影响到客户做很多决策的变化。那我们的 solution 就是要去帮助这些客户创造弹性，让他们在产业不稳定的情况下，还能稳住自己的根基。但是我想问现在讲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它都要很多钱、很多资金。市场最好奇的就是你怎么可以拿到这么多钱啊？一个新创，然后投入一个大家不看好的，就是很低端的市场，一撒下去就是400亿、300亿这样盖，你是怎么拿钱的？在台湾，大家觉得仓库行为就是个体户在盖一个铁皮屋，可是那时候10几年前就有个新闻。阿里巴巴在大陆要投资3000亿做它的物流体系。菜鸟，对，所以菜鸟在那边，大家会怀疑什么东西可以投3000亿？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台湾我们投300亿就好。所以这个比喻大家就听得懂了。当时大家会注意到你，是因为当时你是跟国泰小王子蔡宗翰一起合作的。是，你是怎么打动他？你原来认识蔡宗翰吗？不认识。你是跟他聊了几次，他同意投资？一次，多久的时间？就一个晚餐。有 BP 吗？没有，就是个 idea。一个 idea， 没有写事业计划书。我觉得这一块是蛮有趣的故事啦。我觉得是互相认同，因为一开始我本来看这个商业模式是在找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叫 GLP Global Logistic Property 来台湾是否要做这个事情。那可是后续可能刚好有机会碰到国泰。
他们也想碰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这样两个就合起来说，那还是台湾对台湾一起合作，我们就两个就成立这家公司，然后跟寿险资金来搭配，这个逻辑是相对简单，就是盖一个仓库租给人家，所以某种程度就像国寿的这种寿险资金的角度，你没有几百亿，事实上对他来讲是不是个钱，要花多少力气去做一个案子，所以某种程度300亿不一定是很大的金额，就是合理的起跳门槛啦，因为它一个评估，它就是要这样的规模才符合效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最吸引的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念是一致的，想要把台湾原来没有的东西带进台湾，让大家好好的去启用。所以那时候就讲说，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物流的仓库行为，台湾都是相对之前讲的比较不合法、不合规的仓库行为，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盖得合法合规，让大家来启用？所以一开始是很单纯，就是把它合理化就好了。所以那个 business model 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以其实就是永联的商业模式，我刚刚讲3个关键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除了仓储物流之外，还有一个是不动产的开发管理。因为你做这个仓库，你要有地啊，那如果你的地不是自己的，那你就得跟别人租，那也是要有租金成本。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地跟建筑物跟自动化设备合在一起，转租给客户来使用。所以是地加设备加运筹的方式3合1。就你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跟别人很不一样，是说你在中间，然后还有资金，然后还有品牌跟通路业者，这个铁三角是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是怎么去跟客户、跟大钱、跟这个整个机制的连接点。之前客户只要这个 solution， 有可能他直接自己做，自己去找钱，自己去请人，自己去买地，对不对？那永联事实上是从这个角度来协助他。永联提供了人加 know how， 加上大的资金，甚至于大的土地，加上我们的东西帮他服务，所以这个会是变成大家都双赢，所以他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个事情了。那他专心做他自己的通路跟他的品牌制造。OK， 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所以这个跟这个你帮他找好了，对啊，人在我这边，那你也有了，所以他就专心做他的事。是，所以他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个事情了。那他专心做他自己的通路跟他的品牌制造。OK， 我觉得是刚好是大家的需求都一直在讲，所以刚好是这样凑成的。所以我觉得在创造 win-win-win 的 situation 嘛，对不对？就3赢，大家有机会赢的话，才可以持久。我们启动完后，就是意思机构投资人已经愿意投1 billion 300亿的金额，那下一个步骤你需要什么？人才，因为人才会知道怎么去运用这样子的钱，然后开始研发、累积经验，所以这才有 triple effect， 会迭代。那迭代的重点是这些过程中的经验，所以有钱、有人、有模式，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铁三角 run 起来以后，让模式一直迭代。是经过这10年来后，我觉得现在有几个关键资源在找我们，一部分是客户开始讲说，我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研发这个 solution 吗？所以不用自己猜要做什么，是客户自己来找你们来搭配了，这是第一个。就像我们从地产起家，现在有很多不在 market 上的土地来找我们说，我有这个土地，可不可以一起合作？设备厂商开始来找我们，这些 ecosystem 开始环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最有机会产出下一代更好的产品。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跟我们一开始您说的这个产业觉得很悲哀的产业，现在变成把它做成变成很兴奋的产业。今天听完你的故事啊，我其实觉得蛮不容易，也其实蛮为你兴奋的哈。就是从一个没有人相信的地方，从一个最老最旧的一个产业，要翻新，用新的眼光、新的方式去做，13年终于可以成就出这条路。你今天从台湾为基地跨到泰国、马来西亚，所以接下来你的计划还有哪些呢？我觉得我们看好这个就变成台湾会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出发点。那台湾2300万人口，我们现在已经投了将近400亿。那在后续可能在台湾 alone 会再加300-400亿。台湾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incubation 练兵的场域。那我们再把这边萃取的精髓复制在东南亚，
负责在东北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驻点在马来西亚跟泰国在建设了。今年要到新加坡跟日本了，哇！所以你这个重力加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兴奋的，我觉得这蛮不错说，要在台湾出发，怎么带台湾这群同仁们一起去打亚太杯、国际杯，这是另外一个难度了，因为人才的国际化又是另外一个坎了。是，当然了，迈过去它就是门，就是一个台阶，但是跨不过去就是坎。是，可是每个国家的角度，它的人口跟机制都比台湾大，所以只要台湾你投了将近1 billion、2 billion 美金，对不对？就等于300-400亿台币以上。每个国家你会看到，我们应该也要投300-400亿在那个国家，每年会尽量完成一个案子，所以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大。不只是 location 北中南的定点，等于产业的分类也开始会分。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普通舱到空调舱到冷链舱，所以冷链舱我们会盖第2大栋 Omega4， 也是明年就会开始启动了。所以不一样的产业有不一样的仓库需求，所以我们会从不一样的考虑，从冷链到医疗到不一样的仓库行为都会在发展。所以不同产业适合不同的仓。对。那你的冷链仓，因为本来的 Omega 1已经被全年租了，是。所以你现在明年要再盖一个 Omega 4，对，也是冷链，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连结，所以为什么至少后面的400亿到800亿都还有可能？本来以为你有钱就是任性，所以你很敢花说哇，你这个新创才13年，可是你的办公室就已经蛮摩登了，好像是没赚钱做什么商务舱，没赚钱搞什么企业文化。回归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一部分想要改变产业，让产业升级，所以我一定一部分从视觉上，我要让他知道说，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很多客户知道我们对事情的坚持跟龟毛。后来很多的亚太区的执行长说，你就交给 Charlie 吧，他比我更龟毛。所以从这个角度，客户已经buy in你的企业精神，不是在buy in你的产品了。那这样子更容易做事情。而且才刚刚开始，现在不但也有新加坡的最大的地产商，然后还有这个泰国、马来西亚的 pension fund， 他们也开始投进来了。所以钱来了，人来了，商业模式不断的迭代。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一点建议？如果想要做创新，走出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如果有3个关键字，你觉得是哪3个？我们重点是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后续钱就会来追着你。所以回归到不要想着马上赚钱，而是如何创造价值。第2个，我觉得是享受过程，因为你只要没办法享受过程，你可能持久力不会那么久，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所以 you enjoy the process， 那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第3个，我觉得会是 dare to dream big， 有胆大包天的梦想。我觉得回归到你梦想多大，才有机会做到那个点。你只要不敢去想，你绝对很难跨过那个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产业，这不是大部分人会去想要去做的事情。大部分人会在这个产业我怎么去赚钱就好。可是我们就想说，这个产业有它的课题，有没有机会从最基本的翻转这个产业？所以从 Stanford 给你教育说，你要勇敢的去改变自己、改变组织、改变世界。所以我们现在一部分也在改变我们小小的世界，在一个物流产业上来奉献我们的能耐，来改变这个产业。好，今天谢谢 Charlie 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就是让我们看到物流界原来也可以有台积电的商业模式，并且呢，它现在已经是接近独角兽的规模。那我们就祝福这个从台湾原地产生 Made in Taiwan 的物流界的独角兽，在出国的比赛可以满载而归。今天谢谢 Charlie， 谢谢执行长。